姐，你来了。爸今天清醒，拆迁款的事儿，今天能让他说清楚吗？我刚从饭店请假赶来，你第一句话是问拆迁款，这不是正事儿吗？你进医院先看一眼爸，再说这句话。明轩来了，工作忙还跑这一趟，累坏了吧？不累，爸，您身体要紧。晚秋，水凉了，去换一杯。家属，今天押军缺口补上了，是您转的吗？是我。 6年了，缴费单上一直是您的名字。老赵，你坐着，给我做个见证。建国，你说，老家那套房子拆迁款180万，全部给明轩。爸，你说什么？钱给你弟，他是儿子，要撑门户。那我呢？这表你拿着，留个念想。你爸我带了30年。 180万给他，1块表给我。你是闺女，这是规矩。规矩？我19岁不上学是规矩，供他读书是规矩，照顾你6年也是规矩。那我问你，我刚交出去的3000块也是规矩？姐，爸还没走，别这样。你进医院第一句问拆迁款，现在说我别这样。你们不是没看见我。 是看见了也觉得我应该。16年，就值这1块表。可这一次，我不想再装作没听见了。姐，签个字，拆迁款才能走程序。 爸今天刚下葬，拆迁办有时限。本人顾晚秋自愿放弃拆迁款分配，对顾明轩所得180万无任何异议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自愿放弃？爸临终前已经说了。爸说给你，不代表我自愿放弃，这是2件事儿。大姑姐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会在爸刚下葬就拿放弃声明来堵我？ 你拍这个干什么？留证据，怕以后有人说我是自愿的。晚秋，别闹了。妈，我没有闹，我只是没有把自己交出去。这字，我不签。你不认爸最后的话？我认爸走了，但不认你拿他的遗言逼我签我自己的名字。 这张纸你们最好收好，以后它可能比180万还重要。我和明轩商量了，给你10万，把字签了，咱们好聚好散。10万，不少啦。你知道明轩买房首付差多少吗？他说家里帮了一点，20万是我转的。转完那天我卡里只剩320块，姐弟之间互相帮忙，他还了吗？你拿10万买我的签名，却不知道他从我这里拿走了多少。 那你想要多少？我不要你开价，我不是等着分钱的人，我是一直在往这个家填钱的人。以前我怕钱不够，所以记账；现在我怕你们不认，所以也得记账。姐，这些年你帮家里不都是你自愿的吗？谁逼你了？你又要去拿什么？ 你高中2万4，大学6万8，考研8000，研究生2万4，买房首付20万，结婚酒席我贴了1万2。你有必要记这么细吗？有，因为我早就知道有一天你会不认。我又没逼你，是你自己愿意的。我自愿帮你，不代表我自愿被你抢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让每一笔账都回到它该在的位置，必要的时候也算给调解员看。你要告我？我只是要一个说法。你最好记住，都是我自愿的这句话，后面。 我会让所有人都听见。系统里已经有一份家属放弃声明，上面有你的签名。这不是我签的，我没有签过，也没有授权任何人代签。需要先做异议登记，权益放弃必须本人真实确认，争议核实前流程不能继续。我现在就登记。这一次。
我自己的名字，我自己说了算。他去登记异议了，流程停了。那份签名到底怎么来的？我只是想让流程早点走完。早点走完，还是早点让它消失在这笔账里？拆迁办说流程暂停了。那签名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以为他最后会同意。爸都说了钱给我，他签不签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大了。爸说给你是爸的意思，他签字是他自己的意思。你故意卡流程？不是我让流程停的，是那份不是我签的声明让流程停的。你非要闹这么大？把我的名字写到放弃声明上的时候，你怎么没觉得大？我本人确认，我本人签字，我本人决定，不是你们替我决定。晚秋，你弟也是着急。妈，着急就能替我签字吗？你别后悔。我最后悔的就是太晚知道你们能做到这一步。晚秋，妈给你留了饭。不用，我在店里吃过了。你爸刚走，家里已经乱成这样，你能不能先别跟你弟闹？妈，我没闹，我只是没签字。你去拆迁办登记异议，这还不算闹？他拿不是我签的声明去办手续不算闹，我去说那不是我签的算闹。妈是怕你以后没娘家。妈，爸把180万给明轩，只给我1块表的时候，我还有娘家吗？你爸老思想，他觉得儿子要撑门面，所以儿子撑门面，女儿就撑住院费。妈没本事，拦不住你爸，也管不住你弟。你不是管不住，你是习惯了让我让。妈不是那个意思。妈，我只求你一件事儿，以后别再劝我忍。妈对不起你。这句话，你先别跟我说，等你有一天敢当着顾明轩说才算数。晚秋，你爸临终前说的清清楚楚，钱给明轩，你是姐姐，让着弟弟不是应该的吗？我19岁不上学是应该的，供他读书是应该的，给他垫首付是应该的，照顾爸6年也是应该的。现在180万没我1分，也是应该的。你是姐姐，帮弟弟天经地义。我是姐姐，不是他的第2个妈。你真要闹下去，以后娘家就没了。从180万没我1分开始，我还有娘家吗？姐，你别把话说这么难听。这些年你帮家里不都是过得好好的吗？好好的。你买房那天，我给你转了20万，转完我卡里只剩320块。那天路过菜市场，卖肉的问我要不要排骨，我看了半天，没舍得买。320，晚秋，妈不知道你那时候只剩这么点儿。因为我没说，我怕你们担心，怕明轩有压力。那你现在说这些，是想让我愧疚？不是，我是想让你记起来，我不是过得好好的，我是没让你们看见我过得不好。320块的那天，我没哭，今天我也不会哭。以后这本账，不只算钱，也算人心。这些都是你自己留的，有些是以前记账，有些是这几天刚打印的。你这个习惯救了你。放弃声明不是你本人签字，20万首付有转账记录，长期照护父亲有缴费和陪护证据，这些都可以整理成维权材料。可他们会说我是在争钱。晚秋，你要分清楚，争不属于自己的叫贪，争自己被抹掉的叫维权。我只是想要一个说法，有时候说法需要证据撑着。我该准备什么？账本、银行流水、医院缴费单、陪护记录、拆迁办异议回师，还有你父亲临终分配时在场的人。赵叔在场，找他。我妈也在，但她不一定敢说，先不逼她。一个人什么时候敢说真话，不仅看良心，也看他怕不怕继续错下去。还有一件事儿，你想清楚，走下去，亲戚会说你不顾亲情，弟弟会说你狠，母亲会为难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我不能再让他们替我签字，替我放弃，替我说我自愿。那就开始吧。从今天起，你不是一个人说委屈，证据会替你说话。姐，我今天来是想好好谈，30万，你把拆迁办那边的异议退回，这事儿就翻篇。从10万涨到30万，看来你也知道10万买不了16年。姐，30万不少了。顾明轩，你到现在还觉得我是想多拿点钱？不然呢？你找律师查材料、翻账本，不都是为了钱？我找律师，是因为你替我自愿了。签名那事儿我处理得急了，但我也是为了省麻烦。你省的是你的麻烦，丢的是我的名字。那你到底要什么？
我要你当着妈、苏婉宁、赵叔还有亲戚的面说一句：顾晚秋这16年对这个家有贡献。你这是让我丢脸。承认事实，为什么叫丢脸？因为别人会觉得我没良心。那是别人觉得，还是你自己知道？这30万，你是补偿我，还是买我闭嘴？你非要把话说这么难听？不要，你会后悔的。我后悔过，后悔这16年太晚开始为自己说话。你非要让我丢脸？我不是让你丢脸，我是让你把脸从我身上拿开。你翻什么？我想看看咱们买房的首付到底怎么来的。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家里凑的。哪个家里？你姐算不算你家里？苏婉宁，你又听他说什么了？那20万是不是他转的他帮过一点。？20万叫一点，4年了，你还了吗？那几年装修、结婚、房贷，哪都要钱。你没余钱，可他转完只剩320块，还有签名，那份放弃声明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只是想让流程早点走惯。明轩，我现在很怕一件事儿。你又想说什么？今天你能让你姐自愿放弃，将来你会不会也替我自愿？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是你让我开始这么想的。从今天起，家里的大额钱我要自己看清楚。从19岁开始记的，断断续续，大的钱都在里面。你知道这本账本意味着什么吗？证明我花过钱，不只是，它说明你不是临时起意要钱，而是长期、持续承担这个家的责任。他们需要你出钱出力的时候，你存在；分拆迁款的时候，你不存在。这本账就是你存在过的证明。我以前从没想过，有一天我要证明自己存在。先从最硬的一笔开始，20万首付，对，还有320块余额也要找出来。它能证明这20万不是你轻松拿出来的，而是你把自己压到底了。这不是一本账，这是你16年的证词。姐，我听说你在查我以前的学费，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？对你来说是过去，对我来说是账。大学第1年学费8200，住室费1200，生活费每月600，转账人顾晚秋。第2年学费8500，资料费600，生活费每月700，转账人还是我。我拿过奖学金。拿过，1年1500。你拿奖学金那个月给我打电话说想换手机，我又给你补了1200。你之前不是说大学主要靠奖学金吗？我也努力了。我没说你不努力，我是说你努力的时候，有人在后面替你交学费、交生活费，扛爸的病、扛妈的难，那个人是我。姐，你现在说这些是想让我在苏婉宁面前难堪吗？我说事实，你觉得难堪，那你花这些钱的时候觉得难堪吗？学费说完了，下一笔是你买房那20万。20万这笔记录很清楚，备注写的买房周转，至少证明它不是普通生活费。他当时有没有说过要还？说过，等房子稳定了慢慢还，有聊天记录在旧手机里，一定要找出来。喂，姐，你把20万转账拿给律师了，有必要做到这一步吗？你不是说都是我自愿的吗？我只是让专业的人看看什么叫自愿。那笔钱是你借我的，我没说不还。你刚才说借，话赶话说到那儿了。顾明轩，那20万你当年有没有说过以后还？一家人之间能不能别说欠不欠？你拿180万的时候怎么没说一家人之间别分？姐，你非要把我逼成这样。我狠，我转给你20万，卡里只剩320块，你怎么没说我狠？他急了，接下来找旧手机，找聊天记录。就是这条。顾建国先生6年的住院缴费记录，大部分付款账户都是你的。晚秋，这些年你怎么没跟妈说交了这么多啊？我说了，
您会怎么办？您会说明轩工作压力大，我是姐姐，先扛一扛。妈，您不是不知道，您是不敢细看。你爸32床吧？我记得你，那几年你常常睡走廊，陪护签名大部分都是你，明轩只有少量探视登记。姐，你连医院也查到了，这让外人怎么看我们家？外人记得我做过什么，只有你们家里人不记得。我那时候在外地工作，能怎么办？你可以在外地工作，我就只能睡医院走廊。这里签字。这一次，我签我自己的名字。今天核实放弃声明签名真实性。顾婉秋女士，你确认声明上的签名不是本人书写？确认，我没有签过，也没有授权任何人代签。顾明轩，这份材料是你提交的吗？签名是谁签的？我以为他会同意。我什么时候同意过？顾明轩，我再问一遍，签名是否为顾婉秋本人所签？不是，是否获得本人授权？没有。那这份材料不能作为顾婉秋自愿放弃的有效依据。后续权益放弃必须本人到场、本人确认、本人签字。那拆迁款什么时候能继续走？争议核实清楚前，不能按原材料继续办理。你听见了，不是我卡流程，是那份不是我签的声明卡流程。大姑姐，今天我才知道，他不是胆子小，他是胆子太大了。赵叔，那天您在场，爸怎么说的您听见了，我想请您说真话。我记得，你爸说180万拆迁款全给明轩，只给你一块旧表。他还说，闺女早晚是别人家的人，儿子才是根。还有别的吗？我出去倒水的时候，听见你妈说建国这样对婉秋不公平。你爸回他，闺女就是要吃亏，这是规矩。婉秋，我做了一辈子村支书，不能到老了还帮人昧良心。头七那天我去。赵叔，谢谢您。别谢我，我说的不是帮你，是帮真话。明轩，头七那天我会来。婉秋，你爸走前一天让我收着，他说等他走了再给你。他知道，知道，可你爸老思想改不了，心里亏你，手还是偏向儿子。妈，亏心和偏心原来可以同时有。头七那天，妈会说你这16年不是白干的，说你爸那样分不公平，说明轩欠你一句认账。明轩会怨您，那就让他怨一次。你被怨了这么多年，该换妈扛一回。头七那天就一起说清楚。最近亲戚群里的事传到公司里了，你姐照顾病父6年，供你读书买房，拆迁款却1分没有，这件事儿是真的吗？领导，都是家里私事，不会影响工作。私事我们不评价，但你之前说家里有产业资源，父亲做过实业，这个情况属实吗？早些年算是有过，算是有过，和你之前说的稳定产业资源不是一回事儿。领导，我当时不想让人觉得我是农村出来的。农村出身不丢人，丢人的是把普通家庭包装成有产业背景。还有你姐姐的事儿，你读书买房接受过她很大支持，却一直塑造自己完全靠个人努力的形象。努力是努力，但努力不是拿来遮住别人付出的布。这会影响我的晋升吗？会。管理岗位不是只看你会不会做事，还看别人能不能信你。就因为家里的事儿？因为你不诚实。公司可以接受普通出身，但不能接受虚假包装。我明白了。你未必明白，真正让你难堪的不是你姐说了什么，是你自己曾经说过什么。别人拖过你，你不能装成自己一直在天上飞。头七那天，赵叔会来。项目主管调回普通职位，
还不是因为他闹？是因为你说过的话。如果他不去查签名，不找律师，公司会知道吗？公司知道的是你包装过自己，那跟你姐有什么关系？明轩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你给我说实话，你到现在还觉得你姐是为了多拿钱？他不就是全给你20万，卡里只剩320块。他照顾你爸6年，白天还要上班，他没有闹，他只是没签字，没有替你把自己抹掉。问题不是你穷过，也不是你靠过他，是你靠过他，却不许别人提他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我不知道你怎么办，但我知道我怎么办。我不会再替你去劝他签字了。苏婉宁，那不是帮你，那是赔你错。我不会让他在头七那天开口。你还想拦他？姐，我被降职了。我知道了。公司、亲戚群，苏婉宁也开始怀疑我。你能不能停一下，撤回异议？头七那天别说，法律程序也先放着。停下来，然后呢？我可以再给你一些钱。我早说过，我要的不是你给，是你认。我认了，我就什么都没了。你认了，只是没了谎言。你知道我现在多难吗？你的难是谎撑不住了，我的难是从19岁就开始了，没人看见。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？头七那天，当着妈、苏婉宁、赵叔和亲戚的面承认3件事儿：第一，我供你读书；第二，我垫你买房首付；第三，爸病那6年主要是我在照顾。你这是要毁了我！这是事实。姐，我求你了，别在头七那天说。你求我，是因为你怕丢脸，不是因为你觉得我委屈。你说顾晚秋这16年不是白干的，你不是不会认，你是不想认，那就不用谈了。那你别怪我头七那天不让你开口。晚秋照顾建国6年，供明轩读书买房，拆迁款1分没有，放弃声明不是他签的。群里那些话是不是你发出去的？我没有在群里说过一句话。那他们怎么知道签名20万这些事儿？你应该问问，为什么他们听见这些，第一反应不是不信你，而是觉得我委屈。明轩，群里不是他挑起来的，我也在群里，他一句话都没说。那就是赵叔说的。赵叔只是说头七那天他会来。他一个外人，凭什么管我们家事儿？他是你爸临终前请来的见证人。妈，你也……我只是说事实。明轩，晚秋，头七那天当面说，谁有话当面讲，谁也别拦晚秋开口。你真要在头七那天说？是。爸的头七你要拿来算账。爸给我一块表的时候，已经把我这16年算完了，现在我只是重新算一遍。头七那天，晚秋必须说话，谁也别拦。我偏不让他说。明天人会很多，亲戚会说难听话，明轩可能会打断你。他说完我再继续。你怕吗？怕说完以后，这个家真的回不去了。你不是在毁掉这个家，你是在把自己从这个家欠你的沉默里救出来。晚秋，喝点汤，明天要有力气。妈，明天如果明轩拦我，您别害怕，这次妈不退了。你被怨这么多年，该换妈扛一回。妈，回去睡吧。明天我在门外等你。不用替我说话。我不说，我只在。明天，我只说事实。大伯，今天是爸头七，大家吃顿饭，别提别的事儿。明轩，有些事儿确实该说清楚。爸刚走，别让他不安生。你爸安不安生，要看活着的人心里有没有亏。姐，今天你要是把事情闹起来，我说过我不闹。你最好记住，我记性一直很好，所以账本才记了16年。赵叔，您今天来就坐着吃饭，别的事儿就别掺和了。我今天来不只是吃饭。您什么意思？我是你爸临终前分配拆迁款的见证人，有些话我得说清楚。姐，这是你安排的？请赵叔说真话，真话不是安排。赵福德，既然来了就坐下，一会儿该说的说。今天是爸头七，不是开会。头七也是给活人省心的日子。建国走前那天，
我听见的不止180万。今天是建国头七，有些话不说清楚，对晚秋不公道，对建国也不见得是好事。建国临终前让我做见证，他说老家拆迁款180万全部给儿子顾明轩，女儿顾晚秋只给一块旧手表做念想。赵叔，那都是我爸的意思。我还没说完。建国说完，我出去倒水，走到门口，听见秀兰说：“建国，这样对晚秋不公平。”你爸回他，闺女就是要吃亏，这是规矩。秀兰，你真说过？我说过。妈，建国糊涂啊。晚秋，你有话说吧。姐，你今天真要说？对，爸的头七，我记得，所以我才要在今天说，因为这16年都是从这个家开始的。我今天不吵架，我只说事实。爸，我今天说这些，不是要骂你，也不是让你走得不安生。我只是想把你没算进去的账说给大家听。我19岁那年，班主任来家里，说我成绩好，能考上大学。我爸说，女娃读书没用，家里要供儿子。这事儿我有印象，那时候你成绩确实好。我19岁进饭店后厨，第一份活是洗碗，一天站12个小时，手泡到脱皮。第一笔钱寄回家，是顾明轩初2的学费680块，高中3年2万4，大学4年6万8，考研辅导8000，研究生2年2万4。我那时候也拿过奖学金，拿过1年1500。拿奖学金那个月，你给我打电话说想换手机，我又给你转了1200。姐，这些都是你自愿的。我是姐姐，不是你的提款机。你后来每往前走一步，我就往后退一步。读书的账说完了，下面说你买房那20万。4年前，顾明轩买房首付差20万，给我打电话，他说：“姐，不想一辈子租房，帮我这一次，我以后慢慢还。”姐，别说了。为什么不能说？你拿放弃声明让我签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难不难堪？20万，转账人顾晚秋，收款人顾明轩，备注买房周转。转完20万之后，我卡里只剩320块。那天从银行出来，路过菜市场，卖肉的问我要不要排骨，我看了半天，没舍得买。晚秋，妈，我没说出来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你们担心。我不是过得好好的，我是没让你们看见我过得不好。姐，你说这些是想让我愧疚吗？我想让你记起来。你记得我说不急，却不记得还；你记得房子买下来了，却不记得我那天只剩320块。明轩，你姐不容易。20万和320块，你们都看见了。现在，说爸病的那6年。爸病了6年，缴费单上大部分是我的名字。陪护记录上，大部分是我的签名。白天饭店打工，晚上医院陪护。爸疼得睡不着，我就坐在床边，一坐一夜。我那时候在外地工作，我也回来过。回来过6次，最短一次下午到，第2天早上走。我有项目。我没说你没项目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说你是儿子，要养老送终，那6年。你的养老在哪里？你们说我的6年叫孝顺，他来一趟叫养老。够了，晚秋，妈来说。妈，这件事儿，妈必须说。妈，你别跟着他一起说我。我不是说你，我是说真话。我也是你儿子。晚秋也是我女儿。这句话，妈以前没说够，今天，妈要说。这些年，晚秋苦，妈都看见了。你爸让他别读书，我没拦住。你买房差20万，妈，我知道他手里也紧，
可我还是默认他帮你。建国病了6年，真正守在病床前的是晚秋。你忙，晚秋就不忙吗？你有工作，他没有吗？你要前途，他就不要日子吗？建国临走前说180万全给你，我当时说了一句不公平，可我声音太小，没护住他。今天，妈把欠他的话说完。晚秋，你这16年不是白干的，这个家是你撑起来的，妈对不住你。妈说的对，大姑姐，当初我拿10万去劝你签字，那不是体面，是羞辱。明轩，你姐说了这么多，你现在还觉得她是为了钱吗？明轩，不是他欠这个家，是你欠他，不是欠一点钱，是欠他一句认账。明轩，说话。我读书他出了钱，买房他给了20万，爸病那几年主要是他在照顾。还有呢？拆迁款1分不给他，不公平。还有签名。姐，这个能不能别在这里说？不能。那份放弃声明，不是我姐签的。你糊涂啊！我只是怕他反悔，怕钱下不来。你怕我反悔，所以替我决定我自愿。姐，我错了。顾明轩，我要的不是你哭，我要的是你认，认我这16年不是白干的，认那份放弃声明不能算数。我认。晚秋，调解程序的通知下来了。我都已经认了，还要走程序？你今天认是给亲戚听，正式结果要按流程来。因为我不只要一句对不起，我要一个正式的说法。下一步，调解室里说。好，调解室里说。今天先调解3件事儿。第一，放弃声明是不是你姐签的？第二，那20万。第三，你姐照顾你爸那6年，愿意调解吗？我愿意。可以，但事实得先说明白。放弃声明上的签名是你签的吗？不是。声明不是他签的，这些年读书、买房、看病都是他在出钱，爸病那6年主要也是他照顾，这些都有记录。我们要求声明无效。20万是不是他转给你的？是。当时说好要还吗？说过，以后慢慢还。你终于肯说这句话了。那声明不能算数。根据现有证据，顾明轩向顾晚秋支付补偿款合计42万元。我没有异议。签字确认。钱已经全部转过去了。我收到了。姐，以后我们还能做姐弟吗？可以，但不能像以前那样。什么意思？以前你一开口我就替你想办法，以后不行了，妈的事儿你来承担，你自己的事儿自己承担。不是因为我不心疼你，是因为你已经是成年人了。水果你拿着。水果我收，钱不借，账不背。妈明天复查，我陪她去，不用你提醒。好。姐，以后我会学着当个真正的大人。别说给我听，做给妈看，也做给你自己看。这次我自己记。沈老板，生意兴隆，以后有法律问题找我，买花得给我打折。你来永远有折。晚秋，叔不懂花，就买了盆绿的，能活很久。赵叔，这个好，你也一样，好好活。以前总让你顾家，现在妈希望你先顾自己。姐，开业大吉！妈明天复查，我已经约好了。好，进来坐吧。不了，待会儿还要陪妈去取药。你要把它放哪儿？这里。为什么放这里？以前看见他，我会想起180万和1块表。现在他提醒我，别再把自己赔进别人的日子里。白天开店，晚上夜校，会不会累？会，但以前累的是别人的事儿，现在累的是我自己的日子，不一样。顾晚秋，我以后能常来吗？买花？也买花，也陪你。我不是来救你，我是来陪你过你自己的日子。那可以考虑。爸，你说这表给我留个念想，我把它留下，不是为了记恨，是为了提醒自己，别再忘了自己。从今天起，
我过自己的日子，